他们来了，但没完全来。DC 今年的神剧就是他了。我是瓜皮儿，和平使者前情提要。小时候，奥吉会让2个儿子打拳，靠着围观者的赌注来赚取外快。一次失手，史密斯害死了哥哥。从那天起，他活在报应里。奥吉虐待他，逼他子承父业，但史密斯并没有像父亲那样的纳粹白人至上，他走上了另一条路。倘若当时生活没有那么乱，那哥哥也不会这样死去。史密斯发誓会牺牲一切换取和平。为了完成这个理想，他成了和平使者。只要能带来和平，史密斯愿意杀死任何人。直到今天，他杀死了万恶之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白骨龙奥吉亲手弑父，为了自己也为了哥哥。就是这样一个说正经不正经，是英雄又反英雄的人，要和自己的伙伴去诛灭外星人，背负着全国通缉的罪行去守护地球。一路上无人言语，利奥塔几次想开口道歉，但幼稚的史密斯都用嘴皮表达了拒绝。Can't apologize enough. What are you gonna say? I was saying. Go fuck yourself. I read your file, Chris. It was an accident. You were a child. Stop letting that shit define who you are. Are you guys serious right now? With my best friend, my second best friend Eagly, my fifth best friend Adebayo, and now you guys are ruining it. 两人谁也不饶对方的样子，让不久前团队燃起的氛围荡然无存。众人也知道，就凭他们几个就想阻止外星人入侵，那简直就是和平使者碾压一景，难上加难呢。商量之下，利奥塔打电话求助了阿曼达，他想问一下天眼会能不能来请正义联盟帮忙。时间紧迫，电话那头也只是答应了下来，到底会不会有人帮忙，谁也说不准。阿曼达最后的命令是把指挥权给哈考特。 Copy, Mom. 言罢就挂断了电话。史密斯的几顶帽子是团队里最大的武器，鱼鳍头的帽子能在水下呼吸。奥特曼的作用就是让除去佩戴者之外，方圆1里所有人都会长疥疮。指甲盖能启动反重力，让人漂浮起来。再就是斩杀过摇滚妹的冲击波头。最后一个，史密斯强烈要求别用，人体鱼雷同归于尽头。里奥塔有个想法，把对讲机放在冲击波头里，再把冲击波头运送到谷仓内部，这样一来就可以远程爆破对方。只需要史密斯启动反重力模式，一路飘过去，放下冲击波头后再飘回来即可。话说到一半，反重力头就飞走了，只因里奥塔说到了启动反重力模式，如此一来，一件神器白给了，跟失手放走气球一样，一去不复返。白骨龙一死，头盔就绝版了，用一个少一个系列，只能另寻办法运送冲击波头。史密斯的想法是借助滑索，这让蔡司想到了绿箭侠。说起绿箭侠，史密斯有的说了。Like dude goes to brony conventions dressed in the back half of Twilight Sparkle with a 4-inch wide butthole drilled in the costume. I actually heard that's true about Green Arrow, but that's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that's real. An Aquaman fucking fish. 甭管提哪个超级英雄，史密斯都能编出一个没法反驳的黑料。关键是他说啥天马行空，蔡司还都是那个信的一匹呀。众人瞥向了英英，虽然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还是让史密斯尝试了一下。一鸟一人，贼正经的策划着。No, Eagly, just take the helmet. I know you don't like her. The mean blonde woma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Take the helmet. Eagly, take the helmet. Eagly, take the helmet. 英英突然就上了，直奔谷仓上空。这一刻，团队燃起了鸡皮疙瘩。只见英英一个大回马上了树林，两爪一松，把头盔扔了。蔡司忍不住吐槽史密斯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老以为英英是个人呢。这么一折腾，大伙只能分头行动找回头盔了。此时蝴蝶们的传输通道已经搭建完毕，等待充能就可以把奶牛送到其他地方。这边如此紧张，那边还在谈笑风生。就鱼和蚂蚁谁才是数量最多的生物，让胡格和蔡司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蔡司有理有据，蚂蚁一出现就是一窝都出现，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鱼就做不到。然胡格麻了，这话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不远处哈考特和利奥塔也在大海捞针，他不禁好奇是什么让利奥塔转变了想法。女人提起了英英拥抱史密斯的画面，认为这是天意，暗示他要和队友同生共死。 Why wasn't it assigned to like run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uck. 史密斯这边猛然见到了白骨龙，他还是那个糟糕的父亲，即使死了也在以其他方式扰乱史密斯。哈考特走过来就见史密斯在跟空气斗智斗勇，其实在史密斯的视野里，他又一次杀死了父亲。哈考特不明所以，他靠近了白骨龙，发现了树叶下面的头盔，或许这才是天意。
他们密谋了另一个计划，由史密斯暗杀了远处的守卫，把对方的衣服扒了下来，给染胡歌穿。选他主要是因为只有染胡歌是生面孔，他一直坐镇幕后，没有蝴蝶见过他。史密斯还贴心的洗了洗衣服，原因是人死后会失禁，这是替染胡歌讲究卫生了。纵使百般不情愿，染胡歌也只能上了。就在他接近谷仓时，被宋警官生前的搭档逮住了。对方例行检查，问他要干啥，到哪儿去。染胡歌紧张到了极点，他举起背包，表示自己要把这东西送进谷仓。听闻此言，史密斯心凉了一截儿。这不等于明示对方检查包裹吗？结果还真就是那个出乎意料。男人信了染胡歌的鬼话，直接放行。躲过一劫的染胡歌马上就吐了起来，过度紧张刺激了他的胃口，无线电那头的呕吐声催得史密斯条件反射，也一阵反胃了。染胡歌进了谷仓，又萌生了退意，奈何箭在弦上，不得不上啊。他通过楼梯到了地下，走到最深处时，染胡歌傻眼了，这哪是奶牛啊，分明就是100米级的大肉蛆啊！惊恐中，他丢下背包落荒而逃。听他描述，大伙也皱起了眉头。哈考特更让利奥塔随时激活头盔。就在这时，男人再次拦住了染胡歌，对方步步逼近，一脸严肃，质问染胡歌：“你这宿主为什么要染胡子？”染胡歌先是一懵，紧接着破防，他以蝴蝶的人称讲述了自己的悲惨人生。胡子的确是染的，因为他觉得这样会更有魅力。从来没有女孩喜欢染胡歌，工作压力大，薪资又低下，他做不起胡子保养，更别提昂贵的染剂了。约翰只能用最廉价的漂染剂去美化自己这个可能是唯一能提升的地方。本以为没有人会发现，但最近总有个人叫他染胡歌，还一直拿这件事嘲笑自己。这些话听着有心，史密斯低下了头，喉咙有些发紧。就在男人表示同情，感叹人类多愁善感时，地下的背包被蝴蝶发现了。他大喊大叫，要抓住刚出来的染胡歌。蝴蝶们纷纷露出杀意，就如同丧尸一样扑向了染胡歌。关键时刻，利奥塔还手滑了，导致他错过了最佳的引爆时机。此时染胡歌被一众蝴蝶按倒在地，身后的冲击波吸引了蝴蝶们的注意。宋警官猜到奶牛是目标，带着人一路冲了回去。途中，利奥塔再次引爆，一举消灭了大量蝴蝶。震荡也让地穴面临坍塌的危险，又是一道冲击，谷仓彻底被夷为平地。宋警官真正的恐惧了，他冲进了残骸，而地穴中奶牛正遭受着巨大痛苦。作为被他饲养的孩子，洛克也只能无助地流下泪水。利奥塔还想激活冲击波，但头盔已经到了极限，重任交给了史密斯、哈克特和蔡斯3人，将由他们3个人入蝶穴，一举阻止外星人入侵。利奥塔和染胡歌坐镇幕后，以防不备。史密斯看了看和平鸽的标志，他下令大开杀戒。现场如李三光夜闯浣熊市警局，一如马东锡袭拔暴打整车丧尸，3人可谓是拼尽了全力。史密斯直奔最终 BOSS 而去，地面交由哈克特和蔡斯拖住。可之前的震荡让地下的结构不再稳定，史密斯一脚踩空，摔进地穴，头顶的木板将他硬生生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变故太快，地面上的蔡斯也身中一枪，倒下前甩出匕首再战一叠。哈克特几乎弹尽粮绝，一发散弹枪正中他左臂，又是一枪打中腰骨。哈克特身受重伤，他倒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喷着鲜血，显然内脏已经破裂。远处利奥塔见到这一幕，染胡歌还在处于不知所措的时候，利奥塔已经手持双枪杀了上去。染胡歌还想冲上去帮忙，这才发现自己的腿早就断了。一只蝴蝶飞在了哈克特面前，随时会钻进他的嘴里，占据他的身体。利奥塔活脱脱一灵活的胖子，急速追杀让他玩明白了，更在蝴蝶钻进哈克特口中前感到揪起枪毙之。哈克特用最后力气说出了去帮史密斯，染胡歌也一路爬了过来，把人体鱼雷送到了利奥塔面前。2个队友负伤，一个队友生死未卜，利奥塔成了史密斯最后的帮手。史密斯的定位已经很久没有移动过了，利奥塔越来越接近他，在一堆废墟中停下了脚步，开始赤手挖人。下面的史密斯一直在挣扎，却动弹不了一丝一毫。他感觉到有人在帮助自己，拼了命地抽出手伸了过去。终于，史密斯被救了出来，但救他的人却是宋警官。来不及休息，史密斯拔刀杀向了对方。可宋警官毕竟是蝴蝶的首领，史密斯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千钧一发之际，利奥塔挖穿了通道，见面直接一份大礼啊！宋警官却在这时提出了休战，他不想伤害史密斯，甚至需要史密斯的帮助。来到奶牛面前，这个蝴蝶的生命之源现在异常痛苦，他们依然得送走奶牛，但需要史密斯出手相助。传输装置
至少要3个人才能启动。史密斯有点没反应过来啊，我来杀你们，你让我反水呀。宋警官这才说出了真相，他们从来就不是要占领地球，而是要帮助地球。蝴蝶的母星已经无法生存，他们举族移民到了地球，想在这里定居下来。可蝴蝶们逐渐发现，人类在走蝴蝶的老路，正一步步摧毁着地球的生态。离开母星前，他们发誓不会让灾难重现，所以才开始寄生政治高层，想要替人类做正确的决定。而莫恩反对这种强加意志的行为，所以才想尽办法阻止族人，还是自由意志那一套。宋警官脑中的蝴蝶长期下来跟史密斯接触，认为他本性是善良的，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所以才希望得到史密斯的帮助。这些话让史密斯想起了当年的誓言，他一直在效忠和平，为此杀死了太多无辜的人，这每一条生命的重量都要比心脏要重。可自己按照这条路走了几十年，世间并没有得到和平。蝶蝶的请求，只要他点头答应，或许世间真的能迎来和平，可这代价却是丧失人类的自由，让地球成为殖民星球。史密斯坚定了想法，回答了一句话 Activate human torpedo。 工具人廖塔再次化身鱼雷，一头撞穿了奶牛。史密斯本人则掏枪爆头落客，却在蝶蝶这边心软了，只杀死了宋警官。奶牛一死，大功告成。史密斯跟廖塔相互搀扶着走出了地穴。蔡斯跟没事人一样，染胡格拿着四周的垃圾简单的固定了下断腿，只有哈可特，他仍躺在血泊中。史密斯抱起了他，这个团队踉踉跄跄地离开了牧场。他们完成了莫恩最后的命令，摧毁奶牛，守护地球。突然，前方出现了闪电，正义联盟真的赶到了。真男人史密斯背地里骂你，当面还骂你。You're late, you fucking dickheads. Go fuck another fish, asshole. 亚瑟受够了说他睡鱼的谣言，而拜瑞却表示那肯定是真的。Fuck you, Barry. 哈克特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蔡斯虽然也受了重伤，但他通常睡一觉就好了。唯醒着的二人，他们聊起了蝶蝶最后说的那些话。史密斯担心自己做的决定会让人类走向毁灭，廖塔却没有想那么久远，他只知道史密斯给了人类选择的机会。说起史密斯为何拒绝了蝶蝶，他的回答是担心伙伴们受到伤害。这一刻，两人冰释前嫌。史密斯仍然把廖塔当成了朋友，失而复得的信任让廖塔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召集了记者，宣布和平使者和义警2个人是在进行卧底任务，任务隶属于 X 特遣队，并将阿曼达和自杀小队的事情公布于众。他还给了朋友清白和名誉，同时也母慈女孝，把黑手阿曼达供了出来。几天后，哈可特醒了，得知史密斯一直没离开过医院，他抓住了男人的手，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自此，蝴蝶计划彻底结束，团队各自回到了各自的生活。这短短几周的羁绊，将成为他们一生最好的回忆。当柔道大师赶到牧场后，他在吃了一口奇趣多后，彻底崩溃大哭了起来，因为他是蝶蝶招募的第一个帮手，为了地球而战。哈克特每天都在进行康复训练，廖塔也回到了妻子身边，过起了原本的生活。至于染胡歌，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之前的合照，光是看一眼就有工作动力。史密斯和蔡斯还是老样子，搞破坏来发泄情绪，换取快乐。他之前的手下留情，也让蝶蝶飞回到了他的身边，道出了瓶中最后的食物，生活返璞归真。在他的世界里，父亲并没有离开，而是以他期待中的样子继续陪着自己。当然，还有那只神勇无畏的和平使者。第1季结束了，看惯了奥特曼打怪兽的老套剧情，和平使者今年的确打开了新世界，这绝对是一部不乏深度的神级喜剧，是 DC 宇宙今年最强的剧集。结尾处，半正义联盟登场，惊喜的同时也让粉丝彻底寒心，扎导正联的解体已经是必然的了。本编横超出局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甚至连加朵的女侠都只给了身影。赵喜娜的那句国粹似乎在指桑骂槐，真是一副好牌玩的稀烂的。反观自己宇宙的和平使者，冷门角色打出王炸效果，不禁担心一件事：DCEU 还能存在几年呢？分体一个宇宙对华纳来说应该只是点点头的事儿。和平使者毕竟是超英题材的沙雕剧集，它不是文艺片，没有必要鸡蛋里挑骨头。片子各种反讽都是相当到位的。滚导确实拍片有一手啊，那就坐等第2季了。我是瓜皮儿啊，下期见。既然没有恒心，就不要启动正义联盟项目啊！本编横超一直拍下去不香吗？不是华纳写完稿，不如言出法随，拍一个海王鱼的独立电影，由高层进行动作指导，